一只猫30天的时间竟然狂赚了几万块，主人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每天起早贪黑，最后还不如一只猫赚得多。某天清晨，主人在上班时，突然发现公司的门口多了几张现金。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，以为是同事不小心掉落了。但之后的时间里，公司门口每天都会莫名出现一堆钞票，并且数量越来越多。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所有的钱居然都是这只小猫赚的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生活在闹市区的弗兰克和几个朋友经营着一家公司，由于经常受到老鼠的骚扰，于是不久前男主便去救助站领养了一只流浪猫，并且为它取名多多。虽然当时小猫只有几个月大，但上岗之后不到1周就轻松解决了鼠患问题。凭借过人的本领，很快多多就成了大家的团宠。本以为抓老鼠是他的强项，但没想到多多命运的齿轮还没开始转动，直到主人在猫咪身边看到了钞票。刚开始他觉得是同事不小心掉落，或是哪个人搞的恶作剧。可自从那天以后，主人每天来公司都会看见门口多出一堆钞票，而且数量一直在增加。看着每天堆积的钞票，主人顿时陷入了沉思。难不成这些钱是凭空冒出来的吗？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，主人特意在公司门口安装了监控，结果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原来罪魁祸首竟然是自己领养的小猫。通过监控，主人发现每次同事们下班后，多多都会来到公司的大门口，然后蹲坐在地毯上欣赏外面的风景。因为大门是透明的，所以路过的行人也都能看到这只可爱的小猫。不一会儿，多多看风景的模样就引来了路人的围观。为了吸引小猫的注意，一些路人便拿出钞票塞进门缝与多多互动。可没想到这只小猫竟然不按套路出牌，路人手里的钞票一张又一张被小猫收入囊中。正常来说，一般人被小猫抢走了钱就不会再用钱去逗它了，但这些人偏偏反其道而行，大概是觉得这样比较好玩。在看到门缝中的钞票被小猫抢走后，他们不仅没有停下，而是继续拿出现金和它玩耍，甚至有人拿出手机进行拍照留念。当得知这里有一只会抢钱的小猫后，越来越多的人拿着现金前来逗猫，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人在逗猫还是猫在逗人。由于公司门口每天都会出现一堆钞票，主人无奈只好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，请勿用现金逗猫，它会在无意间将你的钱偷走。原本主人是想通过告示阻止大家用钱逗猫的行为，可万万没想到路人看见警示后变得更加好奇，大家都想瞧瞧这只小猫是如何将钱偷走的。自从贴了告示后，来逗猫的人数不减反增，而公司门口收到的现金甚至比之前翻了6倍。巅峰时，小猫每天都能赚到800美元以上。看着面前堆成小山的现金，主人也是彻底懵了。他数了数近些日子收到的现金，结果发现自己和朋友辛苦经营的公司还不如一只猫赚得多。最后，主人表示他不会将钱装进自己的口袋，因为所有的钱都是小猫赚的，所以他会拿出一部分钱给多多发工资，用于购买玩具和猫粮，提升生活品质。其余的资金将会无偿捐给动物收容所。他希望这笔钱可以帮助更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动物。话说，你希望拥有这样一只招财猫吗？给自己找个好人家。这只怀孕的母猫连续多日蹲守在咖啡厅的门口。女店主说，猫咪这样已经快1个月了，每天清晨她都会准时来到门口打卡。发现没人搭理她，猫咪就开始用小爪子趴门。在经过一番努力后，大门还真让她给打开了。看到这一幕的女主也是哭笑不得。走进店内，猫咪直接跳上了一对情侣的餐桌，然后在桌上四处打量，完全没把自己当成外人。不知情的顾客还以为这是店内提供的撸猫服务。此时女店主及时赶了过来，她小心翼翼地将母猫抱起，接着礼貌性地将它请了出去。对于女主3番5次的拒绝，猫咪表示了强烈的抗议，心想着这么大个店难道还容不下我一只小小的猫吗？对于猫咪的诉求，女主再次表示了拒绝。在得到对方明确的态度后，猫咪只好伤心地离开了这里。可还没走出多远，它又停了下来。为了即将出生的宝宝，母猫决定无论如何也得让店主收留自己。看见小猫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心软的女主最终还是让它进来了，毕竟她自己也是一名怀孕的母亲，如果放任不管，内心也会过意不去。女主告诉我们，这只母猫1个月前就在店门口徘徊，不久后就开始频繁闯进店内，仿佛是把这里当成了家。不仅如此，只要自己出现，猫咪就会一直跟在身后。可根据小猫脖子上的项圈判断，猫咪应该是有主人的，这也是店主一直没有收留它的原因。经过多方打听和多日的观察，女主猜测猫咪应该是被主人遗弃了。想到自己和猫咪特别的缘分，又同样是身为母亲，所以她决定暂时收养猫咪，并为它取名小五。可自从咖啡店的大门对它彻底敞开后，小五却开始不着家了。说来也奇怪，之前小五每天想尽办法想要进来，而且进入店内就不肯出去了。如今他除了吃饭时间会准时回来，其余时间都在外面闲逛。因为担心怀孕的小五出现意外，女主每次都会喊她回家，可听见声音的小五居然越跑越快，没一会儿便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。等中午吃饭时间一到，他又准时出现在家门口。看见紧闭的大门后，小五不断哀求着女主将门打开，表示自己已经知道错误了。刚开始女主还有些生气，但看见他诚恳的认错态度后，
心软的女主还是打开了大门。不久后，小五的肚子明显又大了一圈。她总是在店内四处打量，并且平时喜欢钻进隐蔽的仓库区域，看样子是在寻找适合生产的地方。得知小五即将生产后，女主马上用箱子为她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小窝。聪明的小五也知道这是女主为自己准备的新家，于是便主动钻了进去。下午时分，小五开始生产。此时，女主在外面紧张地观察着一切，她希望小猫能够顺利出生。在经过几小时的努力后，第一只小猫终于降生了。但此时分娩的过程还没有结束，女主寸步不离地守在外面，见证这一奇迹的时刻。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最终小五产下了4只小猫。看着几只嘤嘤啼哭的小家伙，女主也是感到格外开心。为了给小五补充营养，她特意煮了一锅海带汤。等小五做完月子后，接下来就轮到自己了。看见美食的小五马上凑了过来，没一会就将碗里的食物造了个精光。吃饱喝足后，小五搂着宝宝美美的睡了一觉。第二天，女主请来了兽医为小猫们检查身体。经过检查，每只小猫都很健康。当然，这一切离不开女主的精心照顾。兽医解释说，一般流浪猫在生产前都会寻找安全的地方待产，她应该是找了很多地方，最终选择了留在店里。或许是女主让她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，所以她才一直赖在店门口不肯离开。为了防止小猫到处乱跑，女主特意把这片区域留给了猫咪一家。至此，小五也结束了流浪，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。是头部受伤的流浪猫竟然自己主动跑到宠物医院门口寻求帮助，大概是知道自己没钱看病，他就一直在门口蹭来蹭去。这时兽医缓缓从屋内走出，小猫见状立马就贴了上去，看似在撒娇，实则是在向小哥展示自己的伤口。毕竟他也知道，想要不花钱看病，那就得主动和兽医搞好关系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兽医在看完伤口后竟然转身离开了，这让猫咪很是尴尬。他焦急地在门口来回踱步，思来想去，决定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病看了。只见他身体意外靠在了医院的大门上，随即摆出了一副碰瓷的架势。不久后，小哥拿来一盒罐头，本想让他先填饱肚子，可没想到猫咪扭头就走了。好家伙，我在门口周旋了半天，你真不知道我是来干啥的吗？难道非要我开口告诉你不成？但猫咪并不知道小哥这样做其实是想用罐罐来将它引进店内，方便为它进行治疗。然而对于急着看病的小猫来说，小哥手中的罐罐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。在他多次引诱下，猫咪还是忍不住吃了一口。兽医本想趁他吃东西的功夫把店门关上，但没想到这家伙却格外谨慎，一有点风吹草动就马上跑到门口。干啥都好说，但就是不能关门。小哥怀疑这只猫是不是长了800个心眼子，看来他是既想看病又不放心兽医的人品。经过多次的诱导下，小哥趁他不注意，终于将门关上了。听到声响的猫咪连忙转身朝门外看去，一边东张西望的寻找出口，一边还对着小哥骂骂咧咧。早知道就不该来这家宠物医院。好在此时店里另一只猫咪站了出来，他告诉对方，其实小哥是位好人。听完此话后，猫咪彻底放下了防备，接着顺利被小哥抱进了治疗室。小哥拿来仪器开始为它进行检查。如愿以偿的猫咪表现得十分乖巧，两只小手揣在怀里，静静地等待医生的治疗。小哥仔细观察了猫咪的伤口，发现周边已经发生感染，必须要尽快进行处理。而猫咪也是十分配合，检查的整个过程都一言不发地趴在那里。随后，小哥戴上手套，准备帮它处理掉伤口附近的结痂。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，猫咪不仅没有任何反抗，甚至都没有叫过一声。不得不说，小家伙简直不要太坚强。他似乎很清楚小哥是在为自己看病，即便疼得不行也没有嘶吼一声，有时候还会自己主动趴下等待医生处理伤口。有了小猫的配合，医生很快便处理好了他脸部的伤口。小哥也是第一次遇见这么懂事的猫咪，他的配合程度简直出乎意料。处理完伤口后，小哥开始为它涂抹药膏。之后，小猫留在医院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治疗。不久后，猫咪已经痊愈，之前的伤口也长出了新的毛发。虽然脸上的伤已经被治好，但猫咪却赖着不走了。话说，谁会拒绝这么聪明的一只小猫呢？